宋美龄是一位经历了3个世纪的传奇女性，她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家、外交家，更以106岁的高龄成为世界罕见的长寿跨世纪老人。她一生经历无数惊涛骇浪，却始终保持优雅气纯与精致生活。其长寿的秘诀，往往被归功于她极其自律的饮食习惯、数十年如一日的惯常排毒、少食的养生之道，以及国画阅读等怡情养性的精神寄托，堪称近代长寿健康的典范。他出生在1897年的上海，那时候大清还没亡。他走的时候，已经是1990年代末的纽约。他一个人横跨了19、20、21 3个世纪。他见过北伐，见过抗战，见过国共内战，见过冷战结束。他出席过开罗会议，登上过美国国会演讲台，也在台湾的深宫官邸里一个人寂寞地坐了几十年。同时代跟他一起出现在历史课本里的那些人，几乎全部先他而去。丈夫蒋介石，2个姐姐，几乎所有的同辈，他一个人活着送走了他们所有人。他自己晚年也常常喃喃自问，上帝为什么让我活得这么久呢？连他本人到死都没想明白。这就是这套系列想搞清楚的事。我手上这本《破译宋美龄长寿密码》，作家窦英泰创作。原书一共分7卷，卷1讲解她的基础健康情况，卷21，卷310，卷4主，卷5行，卷6养生8法，卷7长寿的诀窍在哪里？几乎把她一生的吃穿住行、生活细节全都翻了个底朝天。我打算出一个系列，跟大家一起把这106年慢慢拆开来看。今天是第1集，我们从最反直觉的一卷，她的基础健康情况、她的病历开始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能活106岁，这是被上天眷顾的女人，天生底子就好。但这本破译宋美龄长寿密码的卷1却彻底颠覆了这种认知。如果把宋美龄一生的病历卡叠起来，那厚度甚至超过了大多数普通人。她绝非天赋异禀的健康奇才，恰恰相反，她从小体弱多病，在中老年时期更是多次遭遇致命疾病的围剿，数次在手术台上与死神正面交锋。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。1927年，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之前，提了一份婚前约定。一般政治人物的约法3章，谈的都是权力和立场。她不是。她的第1条是宗教信仰，第2条是婚后不生育，理由写得明明白白，为着生命与健康的需要。一个待嫁的女人，在那个3从4德的年代，把我的身体我做主白纸黑字写进婚约里，连蒋介石本人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这事放在今天都算大胆，何况是1927年。他有这份警惕是有原因的。1905年，8岁的宋美龄在上海一所教会小学读书时，染上一场很重的肺病，高烧不退，学业几度中断。父亲宋查理看着这个面色苍白、呼吸微弱、整夜剧烈咳嗽的小女儿，内心饱受煎熬，几次请意大利医生上门急诊，甚至一度收到了病危通知，最后硬是把她送进医院，住院多日才死里逃生，把命保住。宋氏3姐妹里，她从小是身体最弱、最让父母揪心的那一个。2年后，她非要跟着姐姐宋庆龄去美国留学，父母怕她经不起岳阳客轮的惊涛骇浪与颠簸，死活不放心。她偏说自己已经好了，能扛得住，最后还是去了。直到14岁那年，转入维尔斯里女子学院，常打球常运动，体质才一点点壮实起来，从病恹恹的小姑娘长成了校园里玉树临风的大姑娘。到了维尔斯里女子学院之后，她的胃病开始落下根，跟了她一辈子。抗战时期在重庆最严重的一次，疼得蒋介石请遍了四川境内所有名医，中西医都试过，依然束手无策。她在重庆的黄山官邸还染上了荨麻疹，常年不能根治，痒到浑身抓挠，红肿连片。那是1941年前后，重庆终年阴雨，1年里能见到太阳的日子不到1/3。这场恶疾后来又添了腰部扭伤和严重鼻窦炎，逼得他1942年不得不秘密飞往纽约治疗。当时的国际舆论甚至猜测他病入膏肓，而他住进纽约的医院一住就是7个月，那也是他日后告别历史舞台、告别人世的同一座城市。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吸烟的起点，不是社交场合，是在重庆那段被荨麻疹折磨到彻夜失眠的日子里。我们在卷1中可以看到，他在书房发现一个女士带着烟，随手要了一支，本只想压一压痒，压一压失眠的烦躁。
没想到一吸，整个人忽然松快了。从那一夜起，他学会了吸烟，皮肤病一犯就让人下山买烟。蒋介石知道后大发雷霆，逼他戒，他却越吸越勤，只是从此不再当着丈夫的面吸。然而，慢性病的折磨仅仅是他健康风暴的序曲。翻开书中的中年与晚年篇章，最触目惊心的是他曾2度遭遇癌症的无情突袭。上世纪60年代，宋美龄在台北接受常规体检时，被确诊患有乳腺癌。在那个谈癌色变的年代，这无疑是晴天霹雳。为了保命，她毅然飞往美国纽约哈克尼斯医学中心，由全美顶尖的医学专家会诊，并在冰冷的手术台上切除了左乳肿块。可命运并没有就此放过她，仅仅几年后，癌症在同一部位再度复发，面对随时可能扩散的癌细胞，她不得不经历第2次更为痛苦的大手术，彻底切除了剩余的乳腺组织。而在她90多岁高龄，彻底移居美国后，命运又跟她开了一次残酷的玩笑。她的卵巢内被检查出一个巨大的肿瘤，由于高龄手术风险极高，医生们备受压力，但她依然平静地躺上手术台进行了切除。除了恶性肿瘤的纠缠，还有飞来的致命横祸。抗战时期，她亲临淞沪前线慰问抗日将士，坐车遭遇日军飞机狂轰滥炸。汽车在急速躲避炮火时失控，在公路上连续翻滚了几圈，最后狠狠翻进深水沟。这次惨烈的车祸导致他数根肋骨折断，脊椎严重受损，当场血流不止昏迷过去。远在后方的蒋介石接到密电时惊恐万状，而当时的医疗条件根本无法根治，这也成了他晚年长期腰痛无法久站的根源。到了垂暮之年，他又在寓所里遭遇严重跌伤，导致大腿骨折。对于一个100岁老人来说，骨折往往意味着长期卧床和死亡的逼近，但他却凭借惊人的自愈意志力和积极的物理复健，再度奇迹般地站了起来。可以说，恶性肿瘤、车祸重伤、高龄骨折、顽固慢性病，普通人遇到其中一样都可能被彻底摧毁，但宋美龄却把这些致命的病例硬生生熬成了长寿的勋章。到了台湾后，因为外交应酬骤减，他又添了几样新嗜好，麻将、象棋，还有看电影。不是因为爱玩，是因为寂寞。在大陆那些年，他身边永远排满外交应酬。退守台湾后，外交夫人忽然没了外交可做，深锁官邸，时间一下子空了出来。他开始约官员太太们打麻将，又跟着身边的医生学下象棋，一下就是3个钟头，下到忘记时间，下到不尽兴绝不收场。他看好莱坞英文原版片也是这个脾气，国民党的励志社专门设了一个机构，常年从香港和美国给他调电影拷贝，他一旦坐下，常常要看到昏天黑地才肯起身。这3样加在一起，最后都通向同一个结果，熬夜，睡眠跟着乱了。合上卷1，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，宋美龄的长寿从来不是通过不生病换来的。她得过肺病、胃病、皮肤病，经历过多次癌症手术，遭遇过车祸折磨，也失眠过，有过烟瘾。她的身体跟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，会在压力大的时候垮掉，会在没事可做的时候，用一些不那么健康的方式去填满空白。这一点让我突然想起自己。这10几年，我工作非常繁忙，以前经常出差、加班，连轴转起来，很容易忘了什么时候该停下来。压力大的时候，我也会有自己的麻将和香烟，可能是深夜刷手机，可能是该睡觉时又刷到过了凌晨。我以前总觉得这是意志力不够，读完这一卷我倒是燃了一点，连横跨3个世纪，活到106岁的宋美龄，年轻时也没扛住荨麻疹熬出来的烟瘾，台湾那几年也是靠麻将和象棋，硬生生填满整段空虚的岁月。她没有完美过，她只是没有被这些不完美定义到最后。这就是7卷系列的第1集，我们才刚刚翻开她的病历。下一集，我们聊聊她的一个连起跑都要为健康服务的女人，到底有多自律。谢谢你的观看和陪伴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个赞，让更多观众也能看到。我是 Feather，我们下集再见。